别跑！别跑！好几个彪形大汉正在凶恶地追逐一个女人，女人一个不小心之间从山顶滑了下去，拱啊拱，砰的一声，女人狠狠地撞在了树干上，不知生死。山顶上站着三三两两的几人，正商量着如何把女人抓回来。这些人怎么会这么恶毒呢？为什么对一个弱智女流下如此重手呢？原来女人是楚家大小姐，自从爷爷过世后，就把大部分遗产分配给了她。家里面的其他人见钱眼开，就想着谋财害命，所以由她的妹妹和她的未婚夫设计了这一场戏，致使女人跌落悬崖。半晌后，女人终于清醒了，正在四处呼叫，求求有人来救她。突然，远处射来一束强光，走来了一位风神俊朗的男子，这位就是私家大少。私家大少特来深山来祭奠母亲，因为今天正是母亲的忌日，却没想到在山野之中碰到了一个白琼女子。白琼女子恳求私家大少爷救救她，可是私家大少怎么会是一个心善的人呢？白琼女子恳求道，自己是受家里人迫害，所以跌落至此，没有人救她。私家少爷看着面前可怜的女人，和记忆中的一段往事重叠了起来。想当年私家少爷年幼的时候，和母亲不小心出了车祸，他恳求周围的人救救他的妈妈，可是周围的人都冷漠相待，害怕这个小男孩讹上他们。私家大少长大以后，想着曾经的过往都没有人救他，他为何又去救别人？没想到女人却恬不知耻，赖上了大少爷。四少爷没办法，只能把女人带回了家。女人对四少爷表达了感谢，如果不是四少爷救了她，也许自己在荒郊野岭就被野兽给吃掉了。正说话着，女人感觉身体非常燥热，心潮澎湃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自己没有病呀。迷糊中突然想起来，出门前曾喝了一杯水，难道是那杯水里被下了药吗？她连忙向私家大少求救，希望私家大少帮她找一个医生。她实在心里燥热难耐，不知不觉下，女人却对四少爷动起了手来。最难消受美人恩，私家大少在女人的强烈攻势下，半推半就之间成了好事。这段大家都不爱看，我就替大家看了。第二天，女人苏醒了过来，脑子里突然想起来刚才发生的一切，感到羞愧不已。她连忙找出纸笔，写出辞呈，非常感谢私家大少救了她，为感谢救命之恩，特地编了一个蝴蝶结送给她。女人看着蝴蝶结，也想起了一段过往，原来是她小小的时候碰见了小男孩和一位母亲出了车祸，她为了安抚小男孩，也编了一个蝴蝶结送给那个男孩。也不知道他的妈妈获救了没有，他现在长大了没有。女人把蝴蝶结留下以后，就出了家门。没一会儿，私家少爷就回来了，远远的从车上下来一双大长腿。私家大少玉树临风，十分潇洒。进门后就问昨天捡来的女人去哪了。管家递上一张辞呈，表明女人已经离开了。管家说，少爷你自小就有失眠的毛病，没想到昨天和那个女人一夜之后居然睡了那么久。他建议私家大少把那个女人重新抓回来，可是私家大少拒绝了管家的提议，管家也忘记了把那个女人的礼物送给大少爷。他觉得这没什么重要的，没想到私家大少手里也有一模一样的蝴蝶结。原来私家大少就是那个小时候受伤的小男孩，他一直靠着蝴蝶结在寻找曾经救助过他的女孩，可是一直都没有音讯。女人无家可归，只能去寻找自己的闺蜜。闺蜜询问女人怎么好多天都没有她的消息，好多人都说她失踪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女人向闺蜜诉说自己确实是被人迫害了，迫害自己的人，而且是自己家里的人，是自己的亲妹妹和她的未婚夫联合起来想把她灭口，这样过世爷爷的遗物就能落入他俩的口袋了。闺蜜听完都气愤不已，世界上怎么有这么不要脸的渣男，真是婊子配狗，天长地久。另一边，四少爷拿出了一把安眠药吃了起来。管家看到后十分心疼他家少爷的身体，说安眠药都是有副作用的，希望少爷少吃，最好不要吃。但是少爷表示，如果没有安眠药，他是始终睡不着觉的。管家说，昨天不是就睡得好好的吗？只因为有那个女人的陪伴，少爷睡得无比香甜，不如把那个女人重新再找回来，
这是那个女人的资料。那个女人现在是一个孤女，她的爷爷给她留了一笔丰厚的遗产和嫁妆。他们看着丰厚的遗产，妹妹便和未婚夫设计陷害女人，致使女人才跌落悬崖。而另一边，女人在闺蜜的陪同下，居然回了原来的家庭。未婚夫看到安全回来的女人也非常诧异，明明是她是跌落悬崖的，怎么这会儿毫发无伤的回来呢？女人说自己失忆了，这2天也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，也想不起来这2天发生了什么。女人寻求着未婚夫的安慰，未婚夫连忙询问她说的是真的吗？自己真的失忆了吗？未婚夫十分害怕女人暴露他的野心，让家族的长辈知道他所做的一切禽兽行为。这时他的心机妹妹和继母也发话了，痛诉女人居然彻夜不归，难道是私会什么情人去了？如果做出什么损害家族利益、给家族抹黑的事情，绝对不会饶过她。女人连忙解释，失踪的这几天在医院里，并不是给家里面蒙羞，也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。这时闺蜜也递上了医院的诊断说女人确实是失忆了，这几天也确实在医院，并没有做出任何出格的事情。未婚夫看到医院的诊断说，也相信了女人，终于不用担心女人是装的了，要不然让他发现他和他妹妹的阴谋就完了。这天，女人看到她的未婚夫和她的亲妹妹居然搂搂抱抱，心中怒火中烧。一个是自己的亲妹妹，一个是十分的信任的未婚夫，他们俩怎么敢背叛自己？而且2人还为虎作伥，居然想着把他杀死，谋夺他的财产。女人看着面前的一切，心痛不已，连忙取出手机拍了下来，作为证据，以后绝对会找男人算账的。女人打算正常进行婚礼，趁着宾客来之际，把所有的证据都拿出来，让大家都好好认清这个渣男丑恶的嘴脸，自己绝对不会放过他的。女人默默地看着自己的父亲表演，心想，这真的是自己的父亲吗？自己的亲生父亲自从娶了继母以后，他就变了，变得不疼爱自己了，只疼爱继母和继母的女儿，就是他现在的妹妹。他从始至终不知道自己的妹妹对自己做了多少冤枉的事情。女人感到非常心寒。不一会儿，宾客都来齐了，主持人宣布婚礼开始，希望宾客吃好喝好。远远的走来了一对靓丽的人影，这不就是女人和她的渣男未婚夫吗？他们2个正在进行结婚的环节，渣男拿出了戒指要给女人戴上。突然间，广播里传来了声音，说只有结婚后成为她的合法丈夫，才能谋害她的财产，她和她的好妹妹就能永远在一起了。众宾客看着这些羞耻的画面，都羞愧地低下了头。渣男连忙质问主持人，为什么大屏幕会播放这些不堪入目的画面？男人心如死灰，自己的阴谋暴露了。而这时，心机女妹妹却突然跳了起来，说自己是和渣男真心相爱的，是自己的姐姐抢了自己的姻缘。众宾客听到，都觉得这对狗男女十分的不要脸，自己的亲姐姐有了婚约，居然还敢抢自己的姐夫，没见过这么不要脸的女人。而渣男很聪明，转头就向女人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，是他的妹妹要死缠烂打缠着他，所以才有了一些不堪入目的画面，希望女人来原谅他，自己是真心悔过的，而且还会和他好好结婚，当一个好丈夫好男人的。但是女人也不是傻子，不相信渣男的片面之词，明明是他俩趁他结婚以后，走了合法司法程序以后，如果他发生任何意外，他所有的财产就能渣男继承了。他暴露了他们的阴谋。心机妹妹恬不知耻地说，那些遗产本来就是老人应该分给他一部分，可是过世的老人非常自私，只给他的姐姐，不给他，凭什么？为什么自己也要有遗产的一部分？凭什么都是他的？女人听着自己亲妹妹这些不堪言论的话语，决定不再忍气吞声了。趁着今日宾客全来，长辈全在，自己要光明正大的悔婚，还要和家里断绝一切的关系。既然他们都贪恋他爷爷留给他的遗产，那么断绝关系以后，不管是遗产还是公司经营，全都不会留给他们。这时，司少爷突然来到婚礼现场，众位宾客都在谈论，这位司家大少爷可是京城大名鼎鼎的富二代，他来这里干什么呢？渣男看着面前的一切，说道，原来女人是傍了大款，所以才一脚踢出他，真是不要脸的一对男女。
是女人先勾搭了别人，所以才在婚礼现场对他进行悔婚。女人听不下去了，猛地给了渣男一巴掌。渣男气急败坏之下就要动手，却被私家大少爷拦了下来，还顺便还了渣男一巴掌。渣男还在不死心地叫嚣着，私家大少也不是好惹的。渣男嘲笑私家大少，一个堂堂首富之子，居然会娶她一个不要的破鞋。私家大少怒火中烧，对渣男大打出手。女人看着场面一发不可收拾，连忙劝阻私家大少爷。私家大少说：“今日你跟我走，你就是我的女人了。”众人看着四少爷和大小姐走出了宴会厅，纷纷窃窃私语。私家大少把女人带回家以后，表示要把女人囚禁起来，从此不让女人踏出这个房屋半步，她只能作为他的所属品。女人听完非常愤怒，自己是一个活生生的人，怎么会变成他笼子里的金丝雀呢？她需要自由，而不是囚禁。私家少爷说：“以后你只能是我的笼中鸟，天天陪我吃饭睡觉。”女人说自己不是三陪小姐，自己要有自由，而且是精神自由、恋爱自由、人身自由。你一个外人凭什么管着我？私家少爷说：“就凭我把你从婚宴现场救了出来，如果没有我，你从跌落悬崖的那天就已经被野兽分食了，还能好好的站到现在吗？”女人虽然承认着四少爷说的一切，但是也据理力争，说自己是自由的，希望私家少爷好好考虑两人的关系，不要囚禁他。正说话着，女人不小心碰倒了一个花瓶。四少爷说：“这是乾隆年间的古董花瓶，价值500万，你要留下来给我打工，不然这个花瓶会让你牢底坐穿的。”女人无可奈何说：“你不能拿一个破花瓶碰瓷我呀，这可是我的自由。”女人临睡前准备洗澡，却被保姆拦了下来。保姆向女人说：“我们其实都是孤儿，是少爷救了我们，把我们都给接了出来，给我们工作。他家四少爷真的是很好的人，只不过嘴巴不会说话而已。希望女人能多多担待，多多理解一下。少爷其实是很心善的一个人，他们原来都是孤儿，如果没有少爷的话，他们只能在孤儿院潦倒一生，不会有工作，不会有现在的生活着。”女人听着保姆的话，感觉她错看了四少爷。四少爷等了半个小时，还不见女人出来吃饭，连忙去找保姆去催。可是不管保姆怎么呼喊，女人都不愿意从浴室里出来。保姆说：“小姐，你出来吧，你都已经洗澡洗了3个小时了，少爷也等了你半个小时，赶紧出来吧。”正说话着，少爷已经走了过来。四少爷给女人解释说，自己不是要故意囚禁女人的，只因为自己睡不着觉，有失眠症，女人能治好自己的失眠比医生还要厉害。这2天预约了医生特来检查身体，可是女人听完还是不出来。少爷一气之下闯了进去，女人尴尬不已，连忙哄四少爷赶紧出去。自己没穿衣服，他怎么敢这么大咧咧地闯入一个女生的浴室？他不知羞耻吗？四少爷掐着他的下巴说，自己已经和女人产生了关系，还装什么重情？你已经是我的人了，赶紧起来吃饭，再别让我等了。女人无可奈何之下，只能起来穿衣服吃饭。这天，四少爷看着蝴蝶结发呆，脑海里还在想着曾经他的妈妈过世的事情，还在想着曾经那个给他蝴蝶结小女孩安慰他的事情。恍如隔世，他如果找到曾经给他蝴蝶结的那个小女孩就好了。这时女人跑了过来，看见四大少爷手里拿的蝴蝶结怎么这么眼熟，这不是自己编的吗？四少爷看见女人过来了，连忙把蝴蝶结塞到抽屉里面走了。女人心想，这不就是自己的蝴蝶结吗？难道曾经四少爷就是小时候的那个记忆中的男孩？可是自己不喜欢他，要不然他和四少爷还能好好相处。女人回到房间以后，打算从窗户里跳下去，却没想到四少爷就在他的背后。他说，这个房间可高10米，你从这里跳下去不是半瘫就是瘸子，你想要干什么？而且这座房子在大山腰上，这里的土地全是自己的财产，你想跳下去也会被自己的保安抓回来的，让女人趁早熄灭了这种想法。女人不甘示弱说，四少爷，你应该放我自由，爱一个人不是囚禁，你应该给我一定的自由，让我们平等的对待。就算是你要找医生治疗你自己的失眠症状，我们也可以好好相处。我答应不再逃跑，而且每天晚上都陪你睡觉，这样可以吗？四家少爷说，你以前跑过一次了，我不会再相信你了，你不要再胡言乱语了，不要以为我对你有感觉，我不会爱上你。
你只是我治疗失眠的工具而已，你别把自己看得太高。女人看着房子的窗户，这个房子真的有那么高吗？跳下去真的会腿瘸吗？自己十分想试试。说着就打开了窗户，打算先探探风，看看有没有可能寻找一个安全的落脚点。正试探着，四少爷又折了回来。他看着女人蠢蠢欲动，连忙把女人拉了回来，说女人不知好歹，真的想跳下去摔死吗？女人尴尬地打着哈哈，说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看看窗外的风景，今天的太阳真远呀，星星真亮呀。四少爷看着胡说八道的女人，也对女人没了办法，说我愿意放你自由，但是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安全做玩笑。这一天，女人正在等四少爷一起吃饭，心想两人终于缓和了关系，希望和他共进午餐。女人还以为是自己的手机响了，接起来电话一听，对方说四哥哥，你在哪里呀？我好想你啊！女人心底醋意大发，连忙说你的四哥哥是我的老公，他现在去洗澡了，你一会儿再打来吧。女人听到身后的动静，转头一看，这不是四少爷吗？他站了多久？他是不是把刚才他说的胡言乱语都听了进去？四少爷质问女人，我什么时候和你在一起了？我什么时候又和你洗澡了？我什么时候又变成你的老公了？女人听着自己的谎言被戳破，很尴尬，却不知道四少爷非常喜欢面前这个吃醋的小女人。两人心中其实都已经泛起涟漪，心中都已经有了对方的位置，只是嘴上不能表达出来而已。四少爷霸气地说，我喜欢你。